各位 HiFi 發燒友，歡迎嚟到 HiFi 發燒台，我係呢388。最近咧高錳咧出咗一部咧 Mimesis Redfin 嘅旗艦級嘅分體電源前級啊。咁我有朋友咧就換咗一部前級，咁佢之前咧都用開呢個高錳前級㗎。咁啊換咗呢部前級之後咧，發覺聲音提升得相當之大啊。咁我就去咗家訪啊。咁我聽完之後咧，我都估唔到咧，即係換一部前級咧都有咁大提升啊！搞到咧我都對呢部 Redfin 嘅前級咧好有興趣啊！咁啊之後咧我就問呢個代理啦。咁啊代理話咧，除咗一部 Redfin 之外咧，原來同時咧就出咗一部咧 Signature 嘅前級啊！咁既然咧 Redfin 已經聽過啦，咁啊不如咧借一部 Signature 前級翻嚟聽一聽啦。所以今次咧呢部 Mimesis 嘅 Signature 前級咧就喺我呢度啦。咁啊當收到呢部前級之後咧，我都有幾個問題啊！咁啊首先咧，高錳嘅前級其實夾其他牌子嘅後級得唔得嘅咧？另外咧，呢個高錳前級咧，佢呢個 RCA 同埋 XLR 到底邊一個輸入咧會好聲啲？咁啊，另外一樣啦，原來呢部前級咧裏邊有呢個解碼部分㗎。咁啊，裏邊個解碼部分咧，到底係咩級數咧？咁如果大家想知咧，咁就唔好行開，繼續睇落去啦。咁啊，未解答頭先嘅幾條問題之前咧，咁我想先分享下呢部 Signature 嘅前級啊。咁呢部前級嘅外觀咧，都係一貫咧高錳前級一個簡潔嘅風格啊。咁可能我哋發燒咧已經睇慣咗咧，覺得冇乜特別啦。咁之前咧有2位初燒嘅發燒上嚟聽過咧，佢哋見到部前級嘅外觀咧，猛話好靚啊。咁啊證明咧瑞士嘅設計咧，真係簡潔得嚟咧，又夠靚仔啊！咁啊，據廠方資料咧，呢部 Signature 前級嘅外殼啲鋁合金咧，用咗12mm 厚㗎，咁啊比起之前啲6至8mm咧厚咗好多啊！咁所以咧提升咗部機嘅剛性咧，令到出嚟嘅聲音咧更加穩定啊！咁同埋咧再細心睇下咧，呢部機兩邊咧有一個咧波浪紋嘅坑紋啊，原來呢個咧係呼應翻咧廠方嘅喇叭嘅設計概念啊！咁另外咧成部機咧都冇任何螺絲位嘅，咁啊保持翻一個簡潔嘅外觀啊！咁仲有咧下低咧有4隻嘅釘腳啊，咁呢個咧可以獨立調校一個高低水平嘅。咁啊前面板咧有2個扭掣啊，咁呢個咧就係輸入選擇掣啦。咁啊1至4咧就係一個模擬輸入，5去到8咧就係呢個數碼輸入噶。咁同埋咧撳咗落去咧，佢就會有呢個瞄嘅功能嘅。咁啊另外咧中間呢一個咧就指示燈啦。咁啊上高呢個咧就係呢個電源指示啦，下低呢個咧就要睇下表示咧有冇鎖定嗰個信號啊。咁如果有信號輸入咧，佢就會着燈；如果冇信號輸入咧，佢就唔會着燈嘅。咁啊另外呢邊咧就係一個音量掣啦。咁呢個音量掣咧由0去到99㗎。咁啊同埋咧可以撳落去咧，可以令到音量咧慢慢升到呢個60㗎。咁當然啦，原廠咧都跟咗一個金屬嘅遙控器㗎。咁啊，同大家睇下呢個高錳 Signature 嘅機背啊。咁呢邊咧就係模擬嘅輸入，咁啊分別有呢個3組嘅 RCA， 1組嘅 XLR。咁呢個咧就係數碼嘅輸入，咁啊分別有呢個2組同軸，1組嘅光纖同埋1組嘅 USB。咁啊，所以呢個輸入咧總共有8檔嘅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咁啊，另外咧呢個就前級嘅輸出，咁啊有1組嘅 RCA， 1組嘅平衡。咁啊，另外呢邊咧就 IEC 嘅電源插同埋電源總開關啦。頭先咧提到呢個 Signature 前級咧有呢個數碼輸入啊，所以除咗有呢個模擬放大，裏邊咧仲有呢個數碼部分。咁啊用咗呢個 ESS 9028Q2M 嘅 Reference 嘅 DAC 晶片啊。咁如果用呢個 USB 嘅輸入咧，最高可以支援32bit 384kHz 嘅 PCM 信息，咁同埋呢個 DSD 512啊。咁啊機裏邊嘅數碼同埋模擬部分嘅電源咧完全分開，咁啊分別咧有2個環牛。同埋16支咧4700mAh嘅電容陣啊，咁啊電源部分咧同呢個放大部分嘅線路板咧係完全分開，咁可以令到機裏邊咧嗰個背景更加靜啊。
咁內部嘅線路咧全部都係 SMT 組裝啊，咁可以減低信號嘅路徑，令到啲聲音咧更加直接啊。雖然高錳廠方咧一向都唔會好強調呢個數據啊，不過呢部前級嘅數據咧都唔錯啊。好似個動態範圍咧有129個 dB， 總諧波失真咧就有呢個-120個 dB， 而輸出嘅雜訊咧測出嚟咧低至去到18個 μV， 電源抑制比咧就去到呢個80個 dB， 證明可以有效防止好微弱嘅雜訊咧嚟影響到放大器嘅輸出啊。咁喺條影片一開始咪講到咧，高錳嘅前級唔知夾其他牌子嘅後級得唔得啊？咁其實咧未試部 Signature 之前咧，我之前都有同大家拍過片分享過一部咧高錳 Telos 440嘅單聲道後級啊。咁啊當時咧都係夾翻呢個高錳37S Lead Gen 嘅前級，咁啊當然啦，一定好夾聲啦。咁而今次呢部高錳 Signature 前級咧就單打獨鬥啊。咁我試過咧用佢嚟夾呢個冰文嘅 Mono 單聲道後級，亦都有試佢咧用嚟直接推一對咧 Dyla Audio Pro Core 59嘅監聽嘅專業喇叭。咁我發覺咧都冇乜問題，都好夾聲啊。咁同埋咧，我發覺咧呢部機咧，如果夾一啲咧唔重音色嘅後級或者其他器材咧，佢可以咧保留翻咧高錳嗰種咧好清秀啊、好清甜嘅聲底嘅。如果熟悉高錳嘅發燒都知道咧，高錳嘅廠方咧一向咧都係強調咧用呢個 RCA 嘅傳送嘅，咁所以咧佢哋啲機咧以前一啲高級嘅型號咧都係得 RCA 嘅輸入同輸出，係冇呢個 XLR 嘅。不過近年咧都開始咧啲機有翻呢個 XLR 嘅插頭啦，好似今次呢部 Signature 咧，佢嗰個無線輸入咧有3組呢個 RCA，有1組嘅 XLR 啊。不過其實咁樣睇咧，其實廠方係咪暗示咗 RCA 都係會靚聲啲咧？咁啊，當然啦，估下，不如親身去試一試比較一下啦。咁我今次咧揾咗一個同一牌子、同一款式、同一長度嘅 XLR 同埋 RCA 嘅線材咧，去試一試佢啊。咁我就用呢個 Solux 嘅 SACD 機，咁啊用咗頭先嗰2款線材咧，就駁咗上去呢個前級啊。咁啊，通常咧用呢個 XLR 接駁咧都會大聲啲嘅，但係今次咧我反而覺得咧2個線材嘅接駁咧個音量咧係差唔多嘅。咁同埋咧用咗呢個 XLR 咧，我覺得喺嗰個音質上高咧，同呢個 RCA 咧都差唔多，都係好夠密度感啊，都好夠細節啊。但係反而咧喺音色上高咧就有啲差距啊。咁我覺得咧，如果用咗一個 RCA 咧，反而可以保持翻咧高錳嗰種特色嘅音色。咁如果用咗 XLR 咧，音色上高咧會比較淡一啲嘅。咁同埋咧用咗呢個 RCA 咧，人聲咧會比較突出啲。咁啊，聽啲大爆棚啊、大動態嘅音樂咧，反而用咗 RCA 咧，嗰個音場我覺得更加宏大啊。咁啊，當然啦，上高呢啲咧，只係今次喺我呢套組合裏邊嘅結果。咁啊，可能咧唔同組合、唔同器材咧都有唔同嘅結果。咁啊，只係俾大家參考。咁啊，大家咧都不妨可以試一試、玩一玩啦。咁啊，仲有一個問題啦，就係呢部機嘅解碼部分啦。咁其實咧，高錳咧好早已經對呢個數碼傳輸啊，同埋呢個解碼器咧有好深入嘅研究啊。佢哋曾經出過啲產品咧，由呢個信源開始啦，去到呢個前級、後級，甚至去到喇叭咧，全部都喺數碼情況下低工作同埋傳送㗎。咁去到呢個喇叭嗰度咧，先用翻喇叭裏邊嘅解碼器做呢個 DA 轉換，將呢個數碼信息咧轉成呢個模擬信息，直接俾個單元發聲啊。咁所以今次咧，呢部前級裏邊嘅解碼部分咧，我都好有信心啊。來吧，伴我飛，不憂不需去飛，來盡力忘記兩腳降落何地。
咁我用咗個 Lumen 嘅 U2 嘅數碼轉盤咧，就用呢個 USB 咧就輸入到去呢個前級裏邊啦。咁啊用咗佢個解碼部分啦。咁我主要咧就聽啲串流音樂啊。咁我發覺咧用咗佢之後咧，嗰個無言味道咧都好好啊，完全冇呢個數碼味啊。咁同埋嗰個音質㗎，喺個質感同埋密度感方面咧都唔錯啊。咁嗰啲聲音咧係屬於好襟聽，唔會話聽咗一陣就覺得攰啊。所以我覺得咧，呢部機裏邊嘅解碼部分咧，絕對唔係話送俾大家嘅，佢真係有一定嘅實力㗎。咁同埋我覺得咧，今次試聽完之後咧，我發覺咧用咗呢部機嘅 USB in 咧，真係可以將呢個串流音樂嗰個音質咧大大提升嘅。今次咧聽完呢部高錳 Signature 嘅前級咧，咁我覺得咧佢真係有翻高錳嗰種好吸引人嘅音色啊，好似啲聲好夠通透、好乾淨，同埋帶啲潤澤感啊。咁啲聲令人聽得好舒服，好快咧就投入到落音樂裏邊，唔會話將個重點咧擺咗落去音效感上高啊。咁啊當然啦，呢部機嘅音效感都唔錯噶。首先咧，佢個底噪咧真係相當之低，好夠寧靜啊，變咗咧個背景好夠漆黑。咁啊，當播啲音樂裏邊啲細節咧，都好容易聽得到啊！咁同埋呢部機咧係冇乜抑壓嘅，啲聲好夠放嘅，變咗可以快上快落，個速度感都好好啊！以呢部 Signature 前級嘅聲音表現，加埋咧佢裏邊有一個好高水準嘅解碼器咧，咁我覺得佢係值呢個價㗎。咁啊，至於賣幾多錢咧，大家都睇翻下低説明欄啊。咁同埋咧，真係要做一部好聲嘅前級咧，真係唔容易㗎。咁呢部前級咧，我都可以話交足功課。咁我今次試聽咧，除咗話聽呢個串流音樂啊、CD 啊，仲有聽到佢黑膠啊，咁啊仲借埋呢個高錳嘅唱頭翻嚟試聽啊。咁我發覺呢部前級咧，真係可以播出咧唔同信源嘅聲音特性出嚟嘅。今次咧試聽呢個高錳前級咧，其實我係問呢個代理咧借埋呢個後級翻嚟試聽㗎，但係因為後級冇貨啊，所以最後咧只係送一部前級過嚟啊。因為咧我擔心咧高錳嘅前級咧夾其他牌子嘅後級咧可能好難夾聲啊。但係今次試過咧又冇乜問題喎。但係我發現一樣嘢，如果你想保留翻多啲高錳嘅聲音咧，其實你要配嘅後級咧，都盡量揾一啲冇咩音色嘅後級咧，就比較上容易啲。咁呢方面咧，大家就要留意翻啦。Sometimes you picture me, I'm walking too far ahead. You're calling to me. I can't hear what you've said.咁啊，至於部前級有啲咩地方可以改善啦？咁我覺得咧，如果佢有得咧，可以揀有埋呢個唱頭放大器部分咧，就更加好啦。因為咧，而家黑膠咧都係其中一樣主要嘅信源啊。變咗，如果大家要玩黑膠嗰陣時咧，如果呢部機裏邊咧已經有埋唱頭放大部分咧，就可以慳翻個位咧嚟擺個唱頭放大器啊。好啦，今次嘅分享咧就到呢度啦。大家記得分享、訂閱、按讚 Hi-Fi 發燒台，同埋最好咧撳着下低嘅超級感謝，請我飲杯咖啡。好啦，下次見。